您好，我是彭国展。我有几个全球暖化的解决方法。我现在先说一个比较刺激的解决方法。要谈一个解决方案，要先了解问题的成因。不过大家应该都会说，全球暖化的成因不是大家都知道了吗？不就是二氧化碳太多的问题吗？但是这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事实，而是被操作出来的结果。事实上，移除二氧化碳并不能真正的解决全球暖化的问题。应该说，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的升高的确会导致全球暖化，但是并不是全球暖化的全部原因。全部的原因应该就是人类的活动，尤其是人类的能源使用。地球是一个独立的系统，自古以来，唯一对着地球加热的热源就是太阳。在工业革命之后，额外的增加了人类使用各种能源的方式，而这些能源的使用，就是一个对于地球这个系统新增的热源。地球对外散热的方式，由于传导和对流都因为真空而被隔绝了，所以只能对外辐射热量来散热。而在系统中新增加的能量，唯一的方法只能用升温的方式提高系统的温度，才能提高热辐射的效率。所以温度的提升是一定的。如果人类的能源使用方式不能改变，那原则上就算是把所有排出的二氧化碳都移掉了，气候还是会发生改变的。我这边要指出一个问题，就是单单把二氧化碳作为全球暖化的源头，会导致一个更为危险的问题，那就是核能居然被视为干净的能源呢？首先，我并不反对使用核能，我反对的是误导。核能除了不排放二氧化碳之外，对于全球暖化的贡献绝对不在化石燃料之下。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就如上所说，核能在发电的过程中产生非常多的无效热，所以核电厂大多都是建在海边的。核电厂所排放出来的废热排到海里去，难道就自然消失了吗？能量得守恒啊，所以这些能量就直接贡献了全球暖化啦。所以在空污的议题，可以说核电厂是干净的，但是在全球暖化的议题里，千万别说核电厂是干净的。这个说法同时包含了核分裂和核融合。原则上会在地球上产生额外能量的方式，都是会贡献全球暖化的。也就是说，除了再生能源之外，其他使用能源的方式都是会贡献全球暖化的。全球暖化的影响最大的，我认为还是海平面的上升。毕竟大部分的大都市都建在沿海。以台北市为例，30年后台北车站就要泡水了。那相关的投资如此的巨大，就真的让这些投资泡水了吗？所以解决全球暖化虽然不是一件紧急的事，却是一件不得不在意的事。回过头来说，全球暖化的数字，根据全球能源使用报告，2020年的能源使用已经超过了610焦耳。这个数字是6乘以10的20次方焦耳，这算上的是被使用的能量。如果含无效的能源使用，像是核电厂在发电的时候会产生非常多的无效热，以及汽车的引擎的效率也顶多 30%。所以其实人类在地球上所制造出来的额外热源，应该至少要乘上2倍，也就是高达 1.2 乘以10的21次方焦耳。这是每年的能源消耗，也就是3乘以10的20次方卡。
地球的大气总重量为 5.15 乘以10的21次方克，加上表层有在循环的水，就算是1乘以10的23次方克好了。为什么只提到水和大气？因为只有流体对于热的变化能较为快速的反应，这些新增加的能量要被地壳吸收并往下传导的比例相对比较小。而根据维基百科的条文，全球暖化对流层的温度每10年上升摄氏 0.12 到 0.22 度。不觉得把这个数字跟全球能源消耗所产生的热能算一算，两者之间有极大的相关性吗？所以提出的解决方案，不把全球能源消耗所产生的总能量归零，只搞二氧化碳，就算二氧化碳回到工业革命前，全球照样暖化的。现在我把我所发明的其中一个可以作为解决方案，但是效果比较没有那么好的方法公开，让大家来讨论讨论，是不是比现在的气候协议还要好上100万倍吧？这个方法就是增加日食的次数。日食当然不是我发明的，是一个天文现象。日食的成因就是月球走到地球和太阳中间，遮住太阳之后的状态。这个现象一年最多会发生2次日全或环食，但是一年有12个农历月啊，有闰月的时候还会变成13次。依这个资料来说，月球应该会走到地球和太阳中间12次才对。这时候问题就来了，为什么一年只有2次的日全或环食呢？这是因为地球的公转轨道和月球绕地球的公转轨道间有一个5度的夹角，所以其他的时间，月球走到太阳和地球中间的时候，阴影就落在太空中了。这到底和全球暖化有什么关系呢？首先，我之前说了，全球暖化就是因为地球上多了人类所额外制造出来的热能，二氧化碳也只是热源产生的一个其中的源头而已。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唯有减掉这些热能，而要人类不活动是不可能的。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减掉地球所接收到的热能，而这也就是太阳所提供的热能。而如果我们可以变更月球的轨道，让这个轨道和地球的黄道面重合，那我们就可以得到一年12次的日全食了。那新的问题就产生了，一次日全或环食可以让地球少接收到多少能量呢？地月系统所在的轨道常数是1366瓦每米平方，这表示着每平方公尺太阳对于这个位置所提供的能量是1366瓦。月球的截面积约948万平方公里，所以总拦截的能量效率就是 1.3 乘以10的16次方瓦。月球的轨道速度是每秒1公里，而地球的直径是12756公里。这表示月球的阴影投射在地球上的时间就是约 3.47 个小时。再乘上拦截能量的效率，就是 1.6 乘以10的24方焦耳。这是每次日全食的拦截能量。如果把全年的日全食次数变成12次，那减掉原先的2次，就是多了10次。如果我们可以把月球公转轨道和地球公转轨道重叠，一年可以拦截掉的能量总量就是 1.6 乘以10的21次方焦耳。这数字是不是有点熟悉？对的，我刚刚算出来人类多制造出来的热能就是约 1.2 乘以10的21次方焦耳。也就是说，只要能做到这件事，全球暖化的势头必然受到控制。
那到底要如何才能做出这个解决方案呢？很明显，这表示必须要改变月球的轨道。中国有部电影叫《流浪地球》，说要把地球推到外星系去换一个新太阳。基本上，我觉得这部电影比较偏向奇幻电影，一点都不科学。且不说它的重元素融合发电做不做得到，先说如果它把推进器安装在地表，往太空喷射来推动地球，这么做要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地球上的大气层会先顺便被推掉，也就是地球就不会有大气层了。这已经够奇幻了。在将地球推离的过程中，一旦改变了地球的轨道，那就是对现有太阳系的巨大扰动。现有已经观测到小行星天体就有几十万颗，那地球再来要面对的就是新的小行星烂炸。如果跟巨大的小行星对撞，那地球重新回到熔岩态都有可能。住地底有个屁用！所以，这个蠢结果也会发生在改变月球轨道吗？那就要先看月球轨道被如何改变了。原则上，我们只需要移动非常小的一点点月球轨道，就可以达到我们的目的了。而且，地球轨道附近的小天体基本上已经被地月系统吸得差不多了，所以影响应该是很小的。万一真的改变了小行星的轨道，而害地球被炸到，我不想承担这个责任，所以我才说这是一个比较差的解决方案。月球公转轨道和地球公转轨道的夹角是 5.145 度，所以换算下来，最大位移量就是约 3.4 万公里。这个数字看起来不怎么大，不过月球质量高达 7.34 乘以10的22次方公斤，这就是一个极其巨大的数字了。想象一下，地球上任何的交通工具变大几万亿倍，到底要怎么推动这么巨大的物体呢？先来说一些月球的参数。除了巨大的质量之外，其实月球有一个非常神奇，但是好像一直没有太引起注意的参数，那就是月球的转轴倾角。这个数字只有 1.54 度，相对于地球的 23.5 度来说，这个数字非常的低。这个数字有什么意义呢？因为这个数字让月球成为太阳系中太阳能常量数一数二丰富的地区。这个下一期再解释。简单的说呢，在月球上，能源不是问题的。既然能源不是问题，那要推动月球，就是要怎么设计引擎的问题了。要推动月球，其实相对于推动地球或是推动小行星来说，都是相对容易的。地球有大气层，所以基本上是无法在不伤害大气层的情况下推动地球。而小行星太小，有可能本身就不怎么结实，可能施个力就散架了。月球上没有大气层，也挺结实的，所以只要能施足够的力，就能推动。要设计推动月球的引擎，原则上还是依据牛顿第三运动定律、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定律，将一个有速度的物体从月球表面以超过月球逃逸速度的速度抛出，原则上就可以推动月球了。其公式为月球质量乘以月球速度等于抛出物的质量乘上抛出物的速度减掉月球的逃逸速度。因为抛出物还是受到月球引力的回拉，
所以月球的逃逸速度是必须要减掉的。而月球的逃逸速度高达 2.38 公里每秒，这也是一个非常高的速度了。不过相对于月球的质量，这都不算什么。月球的质量高达 7.342 乘以10的22次方公斤，这的的确确是个天文数字。很明显，要真的推动月球在那么高的逃逸速度及那么高的月球质量的前提下，在不损失过多的月球质量的前提下，最好的方法就是让抛出物的速度达到接近光速。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是因为物体在运动速度接近光速的情况下，可以大幅的提高本身的质量。假设是 0.99 倍的光速，可以得到7倍的质量加成。所以越接近光速，其质量加成就越高。而要如何让抛出物达到这么高的速度呢？简单的一句话就是，其实我们早就已经做到了。大强子对撞机就是一个能将粒子加速到接近光速的机器。当然不是说要复制一台大强子碰撞机在月球上，毕竟要在月球上盖这台超级贵、超级巨大的机器是不可能的。真正要做出来的只是大强子碰撞机上用来加速粒子的部分，也就是那些电磁线圈的部分而已。那些用来侦测次粒子存在的仪器都是不需要的，而真空产生器也是不需要的，因为月球表面本来就是真空的了。而冷却也是不需要的，因为实际上并不是用粒子来撞，而是将超高速的粒子发射出去。所以算起来，其实要做的就是一台超级巨大的线圈而已，再加上2个切线方向的出口就好了。引擎有了的话，那要装在哪里呢？以月球公转轨道来看，这引擎当然只能装在月球的2极，而这也是太阳能最丰富的地区，完全足以驱动大强子线圈的作动。也就是说，这个解决方案基本上就是要在月球上搞巨大的工程了。月球现在连一个人都没有，也不适合人的居住，怎么可能在上面建造大型的工程呢？这个问题我现在也不做回答，在后面的影片会提供答案。我之前说了，这是一个效果比较没有那么好的解决方案。那我现在来说，为什么我要这么说？因为这个解决方案除了解决全球暖化之外，需要投入巨大的投资，而且没有产生任何其他的效益。就乡民的角度，也许真正的解决全球暖化就是一件非常重要而且非常有用的解决方案。但是其实现在的全球政治就不是这么运作的。全球暖化，我个人的判断是一场真正的危机，但是提出解决方案的人大多都是要借机牟利的。像碳权交易到现在为止就是一个完全垃圾的政治运作，除了让收钱的人口袋满满，收了这些钱之后完全没有提供合理的全球暖化的解法，就是纯收钱。而这件事居然光明正大的在我们人类的社会中发生了。所以这个次级解决方案是真的解决了问题，但是也真的没有办法让任何人从中赚到钱。这就是一个次级的解决方案，因为有钱人是不会想投入的。除了 Elon Musk 和 Bill Gates 这种有钱到能做慈善的有机会来帮忙，要得到全球共识会有一定的难度。另外，任何解决方案的投入都必定会有伴随而来的副作用。这么说好了，地球上各个地区到处都是一堆气候灾难，自古以来就是这样了。
但是现在只要比较严重的气候灾难，全部都是怪全球暖化。这种舆论的风向，都要让我以为之前地球上都是风调雨顺，从来都没有灾害过了嘞。好像那些因为严重气候灾难而灭亡的政权，都是因为自己傻才灭的一样。上面说了，这个解决方案其实是要多增加10次的日食。每次的日食其实都是对于地球的大气系统一个巨大的扰动。毕竟一个区域直接扫掉太阳的能量是会有影响的，而这个影响一定会表现在风暴的次数和强度上。毕竟少掉的能量就要从别的地方来补，这个补充的过程，温和的话叫微风，狂暴一点的就叫台风了。而这些新增风暴所造成的损失，不会到时候叫我赔吧？以地球人傻叉的程度，至少到时候被告到怀疑人生是一定的。而地月系统上其实还是有非常多的近地天体的，这些天体当然本来就是有机会撞击地球，只是现在还没有发生而已。而改变月球的轨道，也可能同时影响到这些近地天体的轨道。即使是小小的改变，只要有一颗超过1公里的近地天体击中地球，就是一场大灭绝事件。这还是需要谨慎评估的。另外，还有一个直接的影响，就是潮汐的效应将会变大，原本极大潮的次数也会加多。不过，我们既然能撑过现在的极大潮，那这应该不会是太大的问题吧？另外，全球暖化不是没有红利的。沿海的城市完蛋之后，会有新生的城市来取代的。而现在的格陵兰和西伯利亚，正由于全球暖化，慢慢的开始露出冰封下的土地。甚至北极在夏季无冰之后，都要开出新航线了。当全球暖化的历程回溯之后，这些地区很明显的要变回之前的冰封状态。如果有人要去问他们愿不愿意回去原来的状态，搞不好人家是不愿意的嘞。那这个解决方案有什么好处呢？最大的好处就是只要想做就可以做了，不需要经过国际合作的程序。所以意思是我们台湾也可以来主动承担这个责任。也就是说，最后不是美国队长拯救了这个地球，而是台湾人拯救了这个地球。